尿酸真正伤你的地方不在关节。我们在前期的视频里面跟大家介绍过，尿酸在血液里面的时候，它的角色是抗氧化剂，但是一旦进到细胞里面去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促炎因子啊，尤其是危害我们的代谢健康。所以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尿酸是怎么样进到我们细胞里面去的。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减少尿酸进到细胞里面的机会和数量，然后呢，让它真正作为一个抗氧化剂来为我们服务的。所以问题是尿酸它怎么跑到细胞里面去的？各位，尿酸不是慢慢渗透到细胞里面去的，尿酸是被细胞拉进去的。在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细胞膜的表面有一种蛋白叫做尿酸转运蛋白。尿酸转运蛋白我们要去对它有正确的理解的话，要用表达2个字来形容。你有尿酸转运蛋白，可是这个尿酸转运蛋白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它的表达可以很低。当它表达很低的时候，它没有活性，尿酸不进去。当它的表达很高，活性很高的时候呢，尿酸就可以疯狂的透过尿酸转运蛋白进到细胞里面去了。所以关键点是在我们的肾脏、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我们的脂肪细胞、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肝脏细胞都表达尿酸转运蛋白啊。一旦尿酸转运蛋白变得很活跃，表达很高，那我们就有麻烦了，因为有大量的尿酸会到我们的肾脏去，到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到我们的免疫细胞，到我们的脂肪细胞，到我们的肝脏细胞里去了。然后带来的危害呢就很全面了。所以当尿酸大量的进到细胞里面去了以后，我们细胞制造一氧化氮的能力开始下降了。细胞里面的一氧化氮下降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第一个，线粒体的工作效率就下降了，你就经常疲惫了、乏力了、没有力气了。第二个是氧化压力会上升。第三个是炎症的阈值降低。第四个，微循环变差。第5个，代谢灵活度慢慢的越来越差。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代谢环境让细胞膜上面的尿酸转运蛋白它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强烈，使得更多的尿酸更容易进到细胞里面去。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是哪些因素导致的。排名第1位的最厉害的一样东西是果糖。果糖来自于哪里？果糖来自于添加糖啊！你喝的果汁，你喝的饮料，你吃的冰淇淋，你吃的奶昔，把尿酸拉进细胞的第1名啊是果糖。果糖本身就可以刺激尿酸进到细胞里面去了，肝脏细胞、脂肪细胞都会中招的。第2个很厉害的导致尿酸容易进到细胞里面去的是高胰岛素，不是偶尔一顿饭之后的高胰岛素，是长期高糖饮食导致的长期的高胰岛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知识。胰岛素不只是管理血糖而已啊，胰岛素同样的会指挥你的尿酸去哪里。在胰岛素比较高的状态底下，尿酸转运蛋白的表达明显上升。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肾脏的重吸收也会提高，我们的尿酸是慢慢透过肾脏排除的。但是胰岛素高的时候，我们的肾脏会重新把这个尿酸吸收回来，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所以高胰岛素是一个很严肃的题目，大家需要关注的。所以胰岛素高了，细胞呢就等于开始囤积尿酸了。所以重点不是有没有嘌呤，重点不是有没有吃肉，重点是环境啊。第3个导致尿酸转运蛋白上升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慢性炎症加上氧化压力了。在慢性炎症、氧化压力比较高的情况底下，我们的细胞表面的尿酸转运蛋白也会比较活跃，疯狂的把尿酸吸到细胞里面去的。结果就是在细胞外面，尿酸本来是抗氧化剂的，跑到细胞里面去了以后，一连串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呢，尿酸转运蛋白表达比较高的是代谢灵活度不好的人，细胞最容易把尿酸拉进去。典型的特征就是吃了碳水容易困，饿了以后容易发慌，空腹胰岛素偏高，线粒体效率低。那么反过来是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尿酸不容易进到细胞里面去了？第1个，胰岛素低而且稳定；第2个，炎症水平低；第3个，线粒体功能良好；第4个，一氧化氮的合成正常。所以当身体主要利用脂肪供能的时候，尿酸反而更安分了。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不是嘌呤把尿酸送到细胞里面去的，是果糖、高胰岛素炎症给尿酸开了一个绿色通道，顺利的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开始危害我们的健康。